12月18日星期四，我今天下午在营销号那里吃到一个校站开年刊和跨年晚会的瓜。先说吃瓜不信瓜，快乐你我他忧。粉丝则是表示我才不信，校站人在剧组拍戏正忙，不会去跨年的。还有网友说，先说好没官宣前去抢票的，要是最后没去不要怪别人。《射雕英雄传》入选21世纪最具影响力影片。预售打破春节档纪录的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》既有家国大义的深度，又有肖战、梁家辉等演员的细腻演绎，再次让射雕 IP 成为一代人的武侠记忆。昨晚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》在 CCTV6 播出 ，CCTV6 17、40、520、003，酷云收视率2.6，欢网3.2，工作日傍晚档还有如此高的收视率，太牛啦！昨晚还在微博刷到这个德贤景致热映，竟然把沙画大师都炸出来创作了，太厉害了！今天德贤景致发行原声带，电影里所有的插曲、配乐都有收录，竟然有32首那么多。有网友说，看电影的时候都没注意到，只注意到了转场默片那几首和片尾曲，感觉德贤景致的 BGM 应用还是蛮克制的，没有很突兀的地方。所以都想不起来其他地方还有哪里有配乐，大家听起来，目前德贤景致已实时累计3.3亿的票房，而且猫眼和灯塔的实时预测都涨了，这还不含海外票房。电影德贤景致海外上映中，在海外的影迷也可以看啦，上映地点覆盖了澳洲、欧洲和美洲。12月18日澳大利亚、新西兰今日正式上映，12月19日英国、爱尔兰火热上映。12月25日，美国、加拿大火热上映。刷到有网友分享，德贤景致将在明年2月份在泰国上映。还看到南加州小飞侠到电影德贤景致洛杉矶首映礼了，现场气氛很热烈。今天电影在美国上映，还举办了首映礼，竟然吸引来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泰玉出席，简直是破圈了。他看完电影还称赞德贤景致这样优秀国产影片能在美国上映，为增进中美人民的友谊和促进中美双方的文化交流增添了一抹亮色。乱世桃园欲为，百姓绝境反击，智勇不一，演绎亿万首家百姓，诙谐笔法，写活小人物底色，精妙隐喻，刺破战争真相。也刷到网友分享肖战的《我们实体专》是2024年发售，一开售就屠榜，卖了几个亿，到了2025年，居然还是殿堂史诗级，说明2025年后至少又卖了5000万以上啊！德贤景致这几天释出好多肖战和假儿子的花絮，肖战真的很喜欢勾勾，德贤景致拍摄现场老豆豆酷酷的勾总，很有耐心，和孩子玩得特别好，拍摄也很暖心的帮助勾勾更好的完成。不过肖战抱孩子的姿势还得练，我还被花絮给笑死了。这里应该是小等闲在装睡，彭昱畅就骗他说小孩睡着手举起来不会放下，然后等闲就信了，为了装作自己真的睡着了，手真的没放下，结果把肖战看呆了，他以为是彭昱畅和勾勾合伙起来逗他呢，其实是彭昱畅一次性逗到了2个，全场只有肖战和小孩当真了。还有网友说，德贤景致有自己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，肖战说自己老喜欢逗勾勾了，没事就动动他的脚，摸摸他的脸，健身时把他当负重物，还给他扇风，最后小酷还确实亲他，还会主动要找他抱抱。肖战在被勾总拒绝的路上扳回一城。我以前看一些影视剧花絮，导演讲戏的时候，很多演员都是木头站桩，就呆呆的听，导演说啥他们做啥，没有自己的思考。但肖战从《陈情令》开始，就会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建议，哪怕是面对郑晓龙、孔生这样的大导，他也没有做提线木偶，很有自己的思考。所以肖战饰演的人物都很立得住，因为他在表演二创上已经加入了很多合理考量。网友说，肖战每次接受采访都会非常坦然地说，没想那么多，没提前设计，没什么舒适区，只是尽一个演员的本分，努力去做就好。但其实他为观众呈现出的一个又一个亮眼的角色告诉我们，没想那么多背后是从不提前预设接这部戏能不能转型成功，或者演这个角色会不会爆，而是向优秀的合作班底虚心请教学习，并汲取更多的专业经验。
一遍遍熟读剧本，琢磨人物，把作品想要传递给观众的价值内涵研究透。没提前设计背后，是从不去考虑该怎么演，该设计什么样的表情与动作才能迎合市场和观众，而是做大量案头准备工作，写下详尽的人物小传，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，下功夫吃透角色，把人物前前后后的成长背景、心理动因和行为逻辑捋顺摸清楚，提前背熟所有的台词，哪怕是方言，也能情绪精准的脱口而出，真正的成为角色本身，不给自己限定舒适区。背后是一次次将自己从耀眼的成绩当中拽起来，打碎了又扔进下一个角色当中，不断磨砺捶打，再锻造成另一颗鲜活的灵魂。每一次都做到了极尽热爱，全力以赴，却每一次又都低调自谦地将其归功于演员的本分。殊不知，倘若其他人能做到其中之一，甚至只有他的1/10的话，那这个行业就不会像今天这样都冻成了冰疙瘩啦。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就成功。你看到的得闲背后，永远是紧致的付出。肖战的演艺人生之路，惊喜永不封顶啊！肖战在采访里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我的舒适区在哪。对我来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说去分一个舒适区跟走出去，走到哪，所有的点都是在于说这个角色跟作品跟剧本跟团队，它能打动我，然后让我觉得我想去做，我一定要去做，我能做好。”他还说，我在拍戏和工作过程中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觉得尽我所能去做好。我做不到，那是我能力的问题，但是我想不想去做好，那是我态度的问题。真的被肖战的这段话震惊了。一是震惊于肖战如此的清醒睿智、通透远视；二是震惊于肖战精准恰当的表达。这样有态度、有能力、有决心、有执行力的人，活该干什么都会成功。在后来提到舒适区的问题，肖战也说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不想重复自己，就是想去挑战，去创造惊喜。网友评论说，舒适区其实是观众的舒适区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看影视作品的喜好，如果不是自己感兴趣的，就不会去看。肖战演的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，对他来说没有舒适区，因为他都能演，总有一部是你喜欢的。没有舒适区就说明什么题材都能演得很好，也不需要转型。可以看出来，肖战很自信，业务能力强，人格魅力也很强，所以他可以很自信地说出那些话。没错，演员这个职业只要有点流量，想捞真金白银真的比较容易。像肖战这种有顶级流量的演员，还能这样卷业务的演员真的不多。他是实实在在想在影视表演这个领域创造出一点价值。网友总结说，人的本质是喜新厌旧的。看完肖战这段话就懂了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新人辈出的内娱，经过这么多年，他的粉丝粘性这么强，因为对他永远能保持新鲜感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不仅只是想想，他确实能做到驾驭所有类型。粉丝过日子永远有盼头，永远可以期待下一个题材、下一个角色的造型和性格。没错，作为肖战多年的铁粉，我很负责任地说，粉肖战永远新鲜，惊喜永远在路上。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快乐就像。